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工厂医生的工业诊疗室的时间。我们今天重磅邀请到了我们的劳资制度的专家邵璇顾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哦。那今天很开心的就是呢，受邀是我们工厂医生哦，卢玉姐的一个邀请，今天有机会来这边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哦。那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来自瑞谦事业有限公司，那我是邵璇，我是劳资制度优化专家。我在这个领域呢，今年的话算是第16个年头了哈。那在这边算是蛮资深的。那也感谢今天卢玉姐的一个邀请哦，谢谢卢玉姐给我小弟这个机会。好，今天为什么特别邀请我们邵璇顾问啊，劳资制度优化的专家呢？因为啊，大家一直在敲碗的，哎呀，缺工没安怎？对，最近不止关税议题很夯，缺工一直也是台湾这些年来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跟邵璇顾问聊一聊，那针对这个缺工的议题，但是传产啊，到底该怎么办呢？回答之前啊，我想要先反 Q 一下卢玉姐。来，请问一下，那您辅导那么多的工厂，对不对？那么多公司，那就您辅导的公司，假设就比例来讲哈，缺工这件事情，假设10家公司，你觉得有几家有遇到呢？9个半，9个半的有遇到，对不对？对。哦，好，我觉得其实缺工这个议题啦，哈，其实说真的，我在这个行业啊，我先告诉各位啊，哈，缺工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先提供一个方案，后面我再讲为什么，好不好？缺工这个议题怎么解决？有一个解决方案，大家或许可以参考，就是发展雇主品牌。好，什么是雇主品牌？好，雇主品牌哈，好，其实雇主品牌到底是什么？雇主品牌呢，其实简单，我讲大白话，我个人喜欢讲大白话啦，哈，就是招募跟吸引人的力道。一间公司啊，哈，对，我们在招募跟吸引人的力道如何去强化，它其实跟我们的雇主品牌，所以我这边提到哦，雇主品牌哈，并不是说老板你的个人品牌，不是，是你这跟企业你在吸引人跟留人的这个力道上，你的表现可以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什么人家要来履历要送到你这边来？我这样说比较快啦，就是说。各位老板哈，你去思考一个问题就好了，就是说，其实像你在建设公司的过程当中嘛，你一定会回答客户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客户怎么选择你们公司，对不对？你当然要回答他这个问题嘛。所以当客户了解到说你的客户价值主张，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哦？因为我的技术特别好啦，我的什么能力特别好，对不对？所以客户他会为了你这个你想要得到你的服务，然后买单这件事情，对不对？那雇主品牌的逻辑其实有点类似，然而对象不一样，而是你的对象是针对什么？求职者。你要告诉求职者为什么你要把履历投来我这边？那我跟同业差在哪里？那我跟同业差在的，难道只有薪资吗？不一定哦。我举例哈，有些中小企业，你的薪资你比得过台积电吗？你比得过大型公司？比不过。我懂。对，那既然比不过的情况之下，那你就要去思考的是，那我除了薪资这个区块，那我在其他的可不可以有强化的地方？比如说福利啦，比如说工作环境啦，这一些部分可不可以去强化？其实这个都是雇主品牌的环节之一啦。那当然，雇主品牌这件事情呢，它其实不是说我们把这些调一调，那比如说我把薪水拉高，我把福利做好，就一定你能够找得到那个人家履历就一定会投来你这边。其实不是，雇主品牌既然它是个品牌，它就是要花时间去堆叠。没错，它要花时间去堆叠就像我们工厂医生，对不对？他在花时间把他的名气一直堆积起来。现在呢，我相信在制造业界没有人不知道工厂医生吧？我们还在努力。雇主品牌的逻辑其实也是，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品牌，需要去经营，那你要不断的去跟求职者去告诉他们。比如说你在一些人才招募的管道比如说不管是104啦、11啦，对不对？你要如何去呈现，让这些想投履历的人，他愿意投到你这边，那其实就看你怎么去做雇主品牌的布局了。也对呢，我要来应征个工作的时候，我大概也都是，比方说104上面会去看嘛，制度啦、福利啦，
简单一定会看这个。但我就发现好像很有趣，我们的业主老板们，他可能会在104上写上这个，但也只限可能在104的一个小地方，就是什么公司福利，写个2、3行就这样结束。对。但是你刚刚讲到是说，如果我们企业它的官网都是在卖东西，但忘了卖公司自己本身的那个价值，对不对？对，我这边其实再做一个补充了哈，其实雇主品牌哈，它是怎么去做布局？好，各位老板，你去思考一件事情了哈，你们在104这些人力银行上面的一些陈列的，比如说公司的资料这些方式，对不对？有个很重要的底层逻辑哦，你的思考点是你想写的是你公司的，还是你写的内容是这一些投资履历的这些人他们想看的？那我再类比一下，你会更容易理解。就很像你今天是消费者，你今天要选择一家理想中的餐厅，因为你是花钱的人嘛。那我相信老板应该说，我相信消费者聪明消费者一定会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餐厅，它的装潢，然后它的菜色，对不对？对吧？所以呢，餐厅也很聪明啊，他知道你想看的内容，所以他会依照什么你想看的内容去布局，或者是在网络上呈现，呈现就是说因为他知道你想看的嘛。对嘛？好，那你要选择我这间餐厅，那我就把你想看的，我在我的官网里面秀出来给你看，甚至你可以搞不好可以找那个，比如说像那个网红啊，然后就刻意针对一些强项部分去做强化，对嘛？因为他很清楚嘛，你想看到什么。好，同样的逻辑类比到公司，我们在求职的官网，那用同样的逻辑去思考你在写的内容是你想写的，还是你想写的是求职者想看到的？这个角度这个很有趣，非常有意思。对，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区块来讲，对不对？我们通常就是会针对你公司的独特的一些客户，我们讲的如果你是卖东西给客户，你会讲的叫做你的销售主张，对客户的销售主张嘛。那对于雇主品牌就是员工价值主张，也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把履历投来我这间公司？那当我们的服务其实是像我们在辅导一些公司，就是帮你把这个东西叫做员工价值主张，它的英文叫做 EVP 啦。把 EVP 找出来之后，再回去优化你的104的内容，然后呢，让你这间公司，对不对？就是员工价值主张，还记得就是我们要告诉求职者，你为什么投履历在我这边？是因为我的福利、我的制度吗？还是我其他的强项？然后把这一些要点，对不对？你在104上去做一个比较结构性、系统性的写出来的东西。那当然，如果你的应征的对象是属于比较年轻的，那你的写法就要比较更活泼一点。这个区块其实就是我们提到的你在104的布局。那当然，雇主品牌的布局不是只有在104求职的网站上，不是的，它其实还有我们讲的线下的一些布局像有一些公司啊，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我很清楚我的 EVP， 然后他们去走校园征才。在走校园征才的时候，对，他们其实是会针对 EVP 的部分，刻意的去找一些，比如说学校的一些科系，然后呢，判断那些科系是有机会合作的话，对吗？好，那会办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讲座，比如说职涯讲座啦，或者是办一些同学要去做一些那个我们讲的这像产学合作也是啊，或者是办一些那个什么，就是实习去做一些实习这样子。那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让这些同学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先接触到我公司的 EVP，甚至来我这边实习的时候感受我公司的 EVP，然后我说的跟做的是一致的。进而让他们呢在心里有一个定锚，哇，这间公司好棒，我喜欢。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说跟做是一致的公司。所以我这边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协助一间公司把 EVP 找出来，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个区块很大的一个关键。那 EVP 找出来之后 ，EVP 的往下的布局在你的104，在你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虚实整合了在走线下的比如说你办一些说明会也好或者是一些我们学校不是都会有一些像那个什么，像那个求职的那个博览会，那博览会你要怎么去呈现，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这些其实都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布局。那当然，在这个区块比较多的企业主会问一个问题，我就没在走学校啊，我一定要走学校吗？对嘛？那不晓得这个卢姐，你觉得呢？我认识一个公司那个叫银喜，他也是代工做一些小零件。他常常讲说，就是一个小零件就是可以成就个大事情。那他用了很多的产学合作的学生，然后之后也开办很多的那个给一些大学生去他们公司做参访。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运行就会很好，而且产学合作完留下来在他们公司的人也很多，因为认同了这个老板的理念。对，然后他也用一些比如说他可能他们家的官网啦，或者他们的一些 FB 啊，他在招人上，我觉得如果按照刚刚授权顾问这样讲，我觉得他们其实在这块的布局，他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这个叫那个 EVP， 但我认为他也其实有做到这一个项目，雇主平台的部分。对，他很认真他也很热心投入在那个产学合作，他几乎每年都有跟我记得是勤益大学，然后还有另外一间大学忘记了，反正我知道他有在做这一块，而且也蛮好的。其他也有听过别的传产的老板对于就是那个什么产学合作是抱以不认同的角色，可是但是这一家是非常的在认真投入这些，而且它的效果也很好。好，我这边稍微回答一下这个。其实很多老板会问我个问题啦，就是说顾问啊，我真的一定要走学校嘛？好，那我通常是告诉业主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啦，其实雇主品牌的布局啊，它分成短期、中期、长期啦。那如果是短期的话，对不对？因为很多业主其实比较有短期需求，那短期需求的话呢，通常其实就要回到104上的布局，那人力银行这相关的布局啦。那如果你是觉得，比如说中期或长期你就可以走校园那个区块，因为校园那个区块需要时间。但是你走校园其实有一个好处，各位老板，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经验或经历就是我跟产学有合作，然后学生来之后，对不对？可能体验完了之后回去，然后之后他也没来我这个公司啊。对啊，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很多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很多企业不愿意再往这走。对，我这样跟各位稍微说明了哈。其实各位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比较出来的哈，幸福是比较出来，不幸也是比较出来的。原来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啦。对，所以它真正的关键其实是这样子的哈。我在学校的时候，或者是我去经历这间公司，因为我去体验了你公司的一个文化工作，然后我后来可能想想我毕业之后我没有进你公司，可是。我至少在求学的时候，我对你是其实印象是好的，只是当下我可能觉得说，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有其他选择，所以有人就离开了之后，那各位老板，其实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离开了这些，你有没有经营？雇主品牌也有谈到这件事情就是在离职人的这些或者离开人这些的经营，为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多企业员工是他当下他离开之后，离开1-2年，最后又回国。那个我跟你讲，一个欧杜娜他们就有在经营这一块。对，我听过他们老板讲，就是他的离职的员工，他们还有个 group， 然后他们每年还会邀请他们回来吃饭。对，这一块其实是在做学校那一块的配套，原因是因为他出去外面1-2年之后，人家已经帮你培训好了，没有比较，没有伤害过来，他觉得还是这里好。对，通常回来的，我都来啊。对，通常回来的，他的状态就是我觉得外面还是没有我之前遇到那家好。对。其实这个是会发生的，但是这个有一个发生的前提，其实是在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先跟你经历了，对，就跟你接触了。所以如果你以雇主品牌布局中长期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中长期在学校，短期的话回到104。那104我们人力银行那个区块的内容的布局，对不对？其实你在写的这个部分呢，就诚如我所讲，第一个重点嘛，就是你不是照你自己想写的，而是你要。内容是什么？是求职者想看到的，写他们想看的。对，就跟我们在写那个卖产品，我们东西多好，不是写我想写的。对，是要写说客人想看的，客人想看什么就写什么。对，哎呀，原来这个突破盲场了。不过这里真正的挑战其实是现在我要讲的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要抓出一个我们跟同业
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讲在 EVP 找出来之后要去做布局嘛，可能问题就我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啦，我公司到底有什么是跟同业不一样的，或者是我公司到底在制度优化那个区块，我可以拉出跟同业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这一块就可能就需要一些专业的去做一个讨论，然后去做一个从你公司的组织体系里面去拉出我们到底有哪些独特的卖点，或者是我的制度要怎么去设计，然后这个设计有可能是我同业目前比较少见的，或甚至是没有的，或者甚至是可能同样规模只有大公司才有，可是我小公司我也做得到，同时我的成本又不会拉高太多。所以你就知道吗？阿基用心良苦，我就跟你讲说，我帮你找一个劳资制度优化的专家吗？不能，我们不要用说啊，我们小公司说我们都做不到，没有。其实有时候稍微变一下、调一下，我们就是很棒啊。对，我们为什么要当隐形冠军？冠军就不要隐形嘛，让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对，以前的时代叫做行善事哈，不见得大家要知道。现在实在就是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是好的，就要高调让大家知道。雇主品牌的逻辑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我哪个地方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你是要高调的，因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吸引人家投履历。就是你刚刚讲第一件事情。还没留，你连吸引都吸引不了的，怎么留就没有那个机会了。先吸引他。对，因为员工其实是这样子的哈。我其实在这个行业，我一直很鼓励公司去做人员迭代这件事情。什么叫迭代？就是你的一代要比一代强，一代要比一代强。那很多业主会问我说啊，我现在要做迭代，其实有困难。那困难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履历量，对吗？没有制度，没有相关的资料都不完整，都哩哩啦啦，就没办法迭代。一个走了之后就没了，对，就没了。对，所以其实雇主品牌它可以帮助这种企业是什么？是你可能透过雇主品牌的经营，你的履历量，不管你是短期的布局或中长期的布局，你的履历量会开始出现。但是履历量出现的时候，其实也是你要稍微留意的，因为很多的求职者一旦进来之后，他发现你说的跟你做的如果有不一致，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一般我们为什么你们在做雇主品牌这个区块，最好还是要跟去询问一些专家啦。那这块到底要怎么去做会比较安全一点？是不是？阿基是不是跟你讲，缩写作要一致，制度一定要做好，这东西赶快来代击。对，就跟 ISO 一样。那你们一定就想问了嘛，对不对？那这么他围攻到家了，头家把事都不会美丽，该怎么办？我跟你讲，这个阿基帮你们凹到一个好康的哦。反正今天我看片子呢，就是记得那个上我们的那个 Light， 然后可以跟我们的少选顾问预约1个小时的1对1线上的一个咨询，免钱啦哈。免钱，那个如意姐介绍不敢收钱。很爱的对了，卖公阿基如意没好。赶快的，各位雇主，你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啊？就是加入我们的 Light， 在上面可以咨询相关的一些执行细节，然后可以跟我们的少选顾问预约一个线上免费的咨询服务，那个价值都是超过1万块的哈。我跟你说，蒙利的太可惜了，赶紧的约起来哦。好，我们今天工业诊疗室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再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各位，谢谢如意姐，谢谢。